为什么编剧要用《桃花源记》作为电影最后的隐喻？看完3集故事片，莫德贤最后的结局真的是好爆了。电影版的结局是莫德贤一家4口在满目灰烬中彼此依偎，浴火重生，而莫德贤的收尾我觉得更有力量感。时间线定格在了1949年，刘昊然饰演的解放军一行人来到了歌直镇，一句外面战已经打完，你们可以出去了，彻底终结了这座小镇多年的避战宿命。而当解放军一行人进入到歌直镇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最精妙最具诗意性的隐喻，就是《桃花源记》。已经长大的等闲坐在土墙上朗读《桃花源记》，编剧借一篇古文道尽了歌直镇的宿命与整个时代的更迭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世人逃离战乱、远离纷争的理想乌托邦，而坐落于乱世之中的歌直镇，正是底层百姓亲手搭建的人间桃源。歌直镇取止戈西战之意，54个村民为躲避战火从南京逃到这个小地方，与世隔绝，他们就是书中鄙视的桃花源人。而此刻踏进这个小镇的解放军队伍，恰好对应着《桃花源记》中的那个渔人。书里的渔人打破了桃花源的与世隔绝，将外界的世事变迁带进了这片秘境。同样，解放军的到来则打破了歌直镇多年的封闭闭世，将天下太平的佳音送入了这片蜷缩在乱世角落的净土。而这也正是编剧为何要选用《桃花源记》作为电影最后的隐喻。桃花源的美好在于它远离战乱，岁月安稳，却也在于它与世隔绝，闭塞孤立，是逃避现实的幻境。歌直镇的安稳亦是如此，这份安宁从来不是真正的太平，只是乱世夹缝里短暂的侥幸，是无数次退让躲藏换来的苟活。解放军的到访就像是新旧时代的对比，旧时代的祖辈躲进桃花源求生存，新时代的人们不必再避世流离，乱世桃源终被这盛世天光打破。当最后莫德贤对解放军说，你们要不要一枚不知道修了多少回但还能使得苏洛刀，和用它打过日军的人，和一个会修理它的南京籍宜昌人，整部电影的格局瞬间升华。这个乱世里的小人物眼底闪着光，那是从未被战乱碾碎的骨气与血性，是普通人从未熄灭的民族大义，终于在太平将至的这一刻破土而出。从躲战避战到主动出战，这个从南京逃难在宜昌辗转最终躲进歌直镇的钳工，他前半生的信条或许只是保命顾家安稳，而在这一刻他真正明白何为割直为武，不是避战免争，而是以武止戈。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躲出来的，而是无数人拿起武器挺身而出，浴血奋战换来的。至此电影黑场结束，没有盛大的欢庆场面，没有刻意的英雄赞歌，只有一切尘埃落定的静默。他给了观众非常大的留白想象空间，莫德贤或许会带着他的家人，带着他的德贤景致，在某个地方再安个新家，往后的日子都是好日子了。最后再说一句啊，这个片子值得反复摁刷。我们早离世人，我的人小人，我们的子孙与世长存。肖战担任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推广大使，今天献声了官方的主题片的旁白。今天上午，新华社、解放日报联合出品的这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官方主题片全网正式上线。本届世赛推广大使肖战全程担任影片的旁白讲述人，用温润沉稳的声线完成了全篇叙事。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顶级职业赛事将于2026年9月22日至27日落地上海。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办世界技能大赛，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齐聚上海，围绕64个竞技项目同台比拼，覆盖了轨道车辆、无人机等等前沿新兴技术领域。赛事的含金量比肩奥运会、世界杯，被称为世界3大赛事，代表全球职业技能最高标准。此前呢，战战在现实题材影片《德贤锦志》中饰演这个钳工匠人莫德贤。为了还原真实的工匠状态，专门参与线下钳工实训，沉下心打磨、搓磨、锻造等等实操手艺，亲身体会了匠人日复一日专注钻研、精益求精的坚守。这份为角色深耕打磨、沉心沉淀的态度，恰好和世界技能大赛推崇的这个匠心精神呢同频共振。演员塑造匠人，自身亦践行匠心，双向呼应，可以说极具说服力。纵观内娱，能够多次承接国家级大型赛事、官方主流媒体重点项目的艺人，可以说寥寥无几。肖战呢，先后拿下
亚运公益宣传，本次世赛推广大使身份，依托正向干净的公众形象，跨圈层国民影响力，打通了年轻群体与职业技能赛事之间的壁垒。过往大众对技工手艺从业者关注度偏低，而借助它的声量传播，更多年轻人能够读懂技能改变人生，打破唯学历的固有偏见，看见每一门手艺背后的价值与荣光。战战以演员身份深耕银幕，打磨每一个角色，又以推广大使身份发声，致敬全球所有坚守岗位、苦练技艺的技能从业者，用声音搭建桥梁，让弓箭精神走入大众视野，从银幕匠人到世界推广，从荧幕匠人到世赛推广者，内外统一的匠心底色，也是官方主流媒体这个持续认可战战的核心原因。这场9月上海的世界级技能盛会也让人更加期待。